俄罗斯正在打3场未经宣布的战争，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了第7个月，在普京宣布征兵13.7万，梅德韦杰夫再次强调，俄乌和平的条件光是乌克兰不加入北约还不够，以及乌军现在开始大规模反攻，俄军呢处于退却和守势。在这样的一个背景情况下，西方国家也对俄罗斯的国家战略进行了新的观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国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马修·苏泰克斯认为，普京不是只在打俄乌冲突这一场战争，而是在打4场战争。其他的3场战争包括：一、俄罗斯自身的内部斗争；二、对从中亚到中欧的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实施控制；三是对西方的战争。当然，俄罗斯最大的危机还是来自乌克兰战场。这场原本被认为是俄罗斯军队拥有绝对优势的较量，现在打成了以一战时相似的堑壕战。俄乌双方都在发挥自己的优势，俄罗斯在火力方面具有主导地位，而乌克兰则通过瞄准其供应线来消耗俄军的进攻能力，并且呢适时发起反攻。除了俄乌战场上的交锋以外，普京面对的另外3场战争都在实实在在的进行中，只是表现的并非那么明显。比如俄罗斯内部的政治斗争，目前呢也在暗流汹涌地进行着。普京要面对的另外一个战场是如何继续控制其势力范围，也就是那些中亚和中欧的国家。除了白俄罗斯以外，所有曾经属于苏联的国家都对联合国大会的一项谴责俄罗斯入侵并呼吁其从乌克兰撤军的决议投了赞成票或投了弃权票，这对俄罗斯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普京阻止乌克兰成为反俄国家的愿望，现在呢也看不到希望。甚至乌克兰加入不加入北约都不影响双方关系的敌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决定，让俄罗斯以北约的边界线延长了大约1300公里。所以，俄罗斯未来如何处理与所有邻国的关系，特别是其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各邻国的关系，可能就不得不做出许多让步了。在俄军表现不如意的情况下，俄罗斯可能不得不重新思考与周边国家打交道的方式，甚至放任欧洲和中国增加影响力。马修认为，普京的第3个战场就是与西方之间的较量，着眼于重置欧洲的战略版图。普京有3个目标：从内部分裂欧洲和美国，因为欧洲在这场冲突中受伤害最大，而美国呢一直在拱火。出于战略目的，利用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关系来削弱西方的影响力，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力，以确立俄罗斯的威慑力。因为西方国家已经傲慢到了不听俄罗斯警告的程度，需要有一场战争或者是一场准战争来画出红线。另外，普京还必须面对俄罗斯内部的战争。目前在俄罗斯内部呢，也有反对普京的声音，一方面是打着反战的旗号，而另一方面呢，还有更加极端的俄皇派。杜金的女儿杜金娜被汽车炸弹炸死，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信号。杜金本人并非普京的大脑，而杜金娜充其量只是俄罗斯政治的一个小角色，但是暗杀、中毒和意外死亡事件对俄罗斯社会的稳定非常不利。俄罗斯国内还有一个非常脆弱的迹象，那就是自2月份开战以来，已经有15000多名反战抗议者被捕。可以看出，俄罗斯目前面临的国内外战略压力是空前的。对于中国来说，同样要面对一个非常复杂和敏感的外部环境。首先，中俄保持战略互信，对于俄罗斯而言是弥足珍贵的，所以中国可能不得不顶着国际压力来发展两国关系，甚至呢不得不付出一定代价。
其次，中国必须做好应对俄乌冲突大几年甚至长期化的准备。战争会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粮食危机，会让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加深，甚至让欧盟的经济发展遭受重创。俄乌冲突会吸引美国的注意力，也加深了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裂痕，但是短期内对美国维持霸权有利。对中国来说，如何在俄乌冲突长期化的情况下，与美国和欧洲打交道，维护好自己的利益也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我们还要做好俄罗斯可能面临战略失败的准备，虽然这种可能性并不高。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拿不到足够的筹码，甚至越打越无力，国力被严重消耗，就可能会失去牵制美国战略压力的实力。中国在未来几年内将会面对一个更加自信的美国，甚至是更加愿意挑起台海危机的美国。另外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影响衰落之后，中国也需要立即补上空白，以避免让美国插手中亚事务，这恐怕才是重中之重。总体而言，俄乌冲突的背后，俄罗斯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大的，而世界也将经历一个100年未有的大变局。我们只有保持好战略定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